人眼看不到的东西就隐藏在你的身边。今天这个故事呢，来自于一位安徽粉丝的真实投稿。听完之后啊，记得来主页粉丝群领取一份易经的课程和笔记，和我一起学习。故事的主人公我们暂且称之为小刘。小刘啊，他本身是一个工地上班的泥瓦匠，18岁呢就从农村出来的他，在工地干了6-7年以后，彻底厌烦了那样的生活，于是便用这几年的积蓄转型做了小吃店的老板。开业以后虽然不是什么暴富，但是比做泥瓦匠要舒服很多，并且在没有人的时候呢，还可以坐在门口看看过往的行人和车辆，非常的惬意。再有一天晚上，小刘和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客人，就坐在门口发呆。这个时候啊，他就看到了一个30多岁的女人在距离店门口不远处的一个大树底下烧纸钱。这个也是很常见的行为，所以他也没有太在意。只是当天的风稍微有些大，又是朝着店这边吹过来的，所以有些火花和灰烬就飘到了小刘这里。于是小刘就走了过去，和这个女人说：“风这么大，你还在烧纸啊？”那个女人看了小刘一眼，一脸的镇定，她说：“对不起，影响你做生意了吧？”小刘听他这么说，而且态度也很好，就连忙回答道：“啊，没有，我只是随便问问，那您继续吧。”然后转身就要走，可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女人却叫住了他，问道：“你是这家店的老板吗？”小刘说：“是啊，怎么了？”那个女人说：“我饿了，你去做一份蛋炒饭吧，我稍后就过来吃。”然后在小刘端出蛋炒饭的时候呢，那个女人也正好烧完了纸。坐在店里啊，他和那个女人打了声招呼，那个女人并没有搭理他。于是小刘就坐在收银台看起了电视。大概过了几分钟吧，那个女人就走过来说道：“老板，你的手艺还真不错呀，我吃好了，结账吧。”女人顺手就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100元大钞递给了老板，同时还说：“我离开后你就关门吧，今天可能也不会有客人来了。”小刘也是笑着奉承了一句，没有理会。可是当小刘要刚收拾桌子的时候，他惊喜地发现桌子上的那份蛋炒饭竟然一口也没动。可是那位女人明明说她吃好了，还夸自己的手艺不错。想到这里啊，小刘赶快就回到了收银台，打开了钱箱，但是一看呢，他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来了。因为那钱确实是真钱，并不是像小说和电影情节里的是冥币或者是纸灰。但是小刘经历这一番惊吓之后啊，马上就关了店门。这件事一直困扰着小刘，导致他一晚上也没有睡好。第二天白天呢，自然也不在状态。到了第二天夜幕降临的时候啊，他甚至期待那个女人的出现，因为他太想搞清楚这件事了。可是小刘一连等了好几天，那个女人都没有再来过。就在小刘都快乐淡忘这件事的时候呢，那个女人却再一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小刘看到了这个女人之后啊，他马上就迎了过去，把之前所有的疑问一股脑啊就抛了出来。可是那女人呢，并没有理会他，又是点了一份蛋炒饭摆在桌子上。可人好奇心一旦起来啊，可真是拦都拦不住。当时小刘就是铁了心想要问出来真相。就在他的追问之下，那个女人也终于开口了。她把小刘叫到了一个角落的桌子那里坐了下来，并说明了这件事情的缘由。女人说呢，她是一个殡仪馆的化妆师，由于长期和死人打交道，所以性格确实有些古怪。她说她从小啊就像是有特异功能似的，可以看到一些可怜的人，所以包里也会经常带一些用品。这也是为什么小刘会看到她在门前烧东西的原因。女人也说呢，她从小看到的那些人也都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呢是想要钱，有的人呢是想要一顿饱饭而已。当你接触过以后啊，你就会发现，往往是游荡在街头无家可归的人，反而不会做出那些伤害他人的事情，他们也是很容易满足，而且还懂得感恩。至于我点了东西不吃，还夸你的手艺好啊，不是跟你客气，因为我只是替人传达一下罢了。说到这里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，但是这个小刘听完这个女人的话之后，他算是彻底的明白了。他就对这个女人说啊，这个钱我不收了，一份蛋炒饭呢不值几个钱，我也希望那些苦命的人能在需要的时候吃上一顿饱饭，就算是天天来吃也可以。说到这里啊，两人对目一笑，也各自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。从那以后，这个女人啊经常来小刘的店里点上一份蛋炒饭，而小刘呢没有生意的时候也会经常等到深夜才关门。后来小刘的生意是越来越红火，回头客也是越来越多。在这些回头客里呢，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出租车的司机，并且在闲暇的时候还会坐在一起啊，讲述一些他们那些奇异的经历。而小刘的这家店呢，久而久之也被大伙起成了一个挂不上招牌的名字，叫做阴阳饭店。我们看这张图，这是站在地球上看月球的样子。但是我们思考一个问题，只要是你站在地球上，无论你是选用什么先进的设备，你是永远看不到月球的背面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聊月球背面的故事。还是老规矩，听完故事啊，来主页粉丝群领取你的易经课程和笔记。
我们都知道月球的表面是崎岖不平的，它布满很多陨石坑，但是无论这些陨石坑它有多宽，深度最多的也只有8公里。有专家推测呢，在这8公里之下一定有一层牢固的防御系统，无比的坚固。这样说也是有依据的，因为在1969年，美国的宇航员促使月球舱阿波罗号加速撞进了月球表面，巨大的冲击力给月球造成了类似于地球7、8级大地震的危害，而月球它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。科学家经过多次的研究发现月球和一般的天体是完全相反的。虽然月球的表面密度很大，但是整体的密度却下降了很多，月球的内部密度反而会更小，并且科学家检测月球中的钛含量是很高的，这种坚固的材料主要是运用于航天航空的领域上的。科学家对比判断，月球的最外层是一个大约6公里的岩石层，而下面约是20公里厚的钛层，所以这也让月球虽然看上去伤痕累累，却伤害不到它里面的物质。并且月球它是一个又公转又自转的星体，却一直有着一面朝着地球，而另一面你站在地球上是永远看不到的。所以人类在没有登上月球看到月球背面的时候，都在猜测月球的背面一定是有外星人存在的，一定有庞大的月球城市。而在上个世纪人类探索到月球背面时候，才发现它的背面居然和正面是一样的，都是荒无人烟的寒冷之地。然而不同的是呢，月球背面它布满大大小小无数的陨石坑。有人说这不可能是巧合，一定是有人设计出来的，把坚硬无比的月球放在离地球的最佳位置，不仅能给我们照射月光，还可以帮我们抵御陨石。看到这里，你觉得是巧合还是被人设计出来的呢？你知道量子纠缠它有多么的可怕吗？第六感、心灵感应、超能力还有灵魂可能都是存在的。或许科学的尽头永远都能找到玄学的身影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。还是老规矩，听完故事在我主页粉丝群领取一份易经的课程和笔记，和我一起参加学习。就在去年，量子纠缠它荣获了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，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已经公开承认量子纠缠的存在性，终于揭开了长久以来这个迷信的帽子。那么什么是量子纠缠呢？很多人还是不能充分的理解。其实这就是一种量子力学的现象，通俗的讲就是让2个粒子在一起时间久了，然后再让它们分开，就会产生一种互相干扰的状态。可以这么举个例子分开之后，就算是一个在地球，一个在银河系，只要你对其中一个粒子做任何的事情，另一个粒子立马也会改变性质，无论它们的距离有多么的遥远。所以如果我们的大脑或者是灵魂是用量子纠缠的方式去运作，你大脑每思考的每一件事情，在宇宙之中都会有一个地方马上就会知道。这么说是不是更加验证了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呢？如果大家还是没有听懂，我再说一个。在量子纠缠里其中包括一个技术，被称之为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。它的传输效率比目前同等距离的地面光纤信道高出20个数量级，提升10000倍，就好比一个人步行到火星和光速到火星之间的差距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悬呢？所以我们的第六感、心灵感应，还有莫名的高兴和莫名的不开心，或许都不是由我们自己而能控制的。